因为骂小孩是很伤身体的。那周深的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太厉害了。我们来，嗨，我是专注健康发声的诺诺老师，欢迎来到上麦的频道，和诺诺一起学发声。那最近我发现了一档音综节目，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有太多可以谈论的内容，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在里面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分享的音综，叫做音乐园计划。那首先关注这个计划的是因为他薛之谦有参与在当中，我本身是比较敬佩薛之谦的。那不仅是他，比如说演唱会不能演唱，他那个全程退票的行为啊，还有他对新人的那种照顾，还有些时候我认为他非常的谦和，所以我本身蛮喜欢薛之谦的哦。那这次这档音综节目被我看见之后，我觉得这节目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的节目好像是歌手们在其中选择就是听那些 demo， 就那些原创人的一些小样，听完了之后，然后他们就进行互相的投票选择，然后来选出谁唱哪些歌，因为还要重新来编曲。那我没有去看这首歌具体是编曲是由谁来负责，还是说是原唱者，还是说是歌手参与，但是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蛮多的门道是可以让我们听的人，我们的观众可以去更进一步的欣赏，和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更懂得如何选择自己唱的歌。点一个赞吧。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音乐园计划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好，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其实要说的是关于一些小样它是怎么来理解它。因为我们在看这档节目的时候啊，出于我本人，我会一听到那些 demo 的时候，我会直接想，那歌手他们选歌手，还是歌手选他们，或者说歌手怎么选这些歌适不适合他来唱，对吗？那所以在听这个小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几个部分是歌手来考量的。那么第一，小样就是小样，它没有完整的一个歌曲的形态。但是我认为这一趟节目当中出现的小样已经非常完整了，因为有些时候有一个灵感出现，可能只是几个和弦，那由和弦来构成一个曲子的架构啊，这就是你们可能听说过周杰伦可能只是一下子就能几分钟10分钟就能写出一首曲子来。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和弦当中找到了他们的灵感，是其一。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看到的小样其实是已经比较完整的，因为它已经有核心的歌词，它这首歌曲的意义在哪里，它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次呢，那这首曲目它已经有了基础的 verse chorus 的部分，然后就主歌和副歌的部分它已经呈现给大家看了。第三，那么歌手已经将它原创的歌手已经将它来演绎出来了，那这个曲风暂时就可以明显的看见了。那作为另外一部分，那作为我们的歌手是怎么来听这些歌曲呢？那我们在听小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直观的在想这个人这首歌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你在后面跟对比他们出来的歌曲的，就是最终版的形状，你会觉得找到一点点影子，对吗？那我们作为歌手那这次的歌手其实是蛮有特色，那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那就周深、薛之谦单依纯，还有那个张靓颖，对，其实陈立农其实唱歌还不错，还有一个男生他是唱那个 Do You 的，那我对他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来分析一下他们唱歌的技巧是如何来驾驭这些歌曲。那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部分那作为歌手在场的所有的歌手，他们在听那些歌曲的时候，首先他要听这首歌曲的音域的跨度，他能不能 cover 你先听不是说他在唱 demo 的时候他能不能唱那个 demo， 不是，是这个小样他触及了几个音区，然后那个歌手他应该作为歌手嘛，我们会比较知道自己的最低音跟大概的最高音会在哪一个音区，所以呢，歌手在听的时候，首先是要知道这一个音区的跨度他能不能够 cover， 然后再来听这个音区的跨度他能够掌握之外，他还能不能够 extra， 就是额外增加，甚至说有没有可能在升 key， 有没有可能在变调，
那么这个就是他开始听的时候就开始预想或者是预设他能在里面升华多少，这是歌手的音域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这一个，如果这个跨度的音域它可以达到之后，是不是能够展现他自己很好听的音色啊？就是能不能展现他的优势。其次呢，在听这些小样的时候，他也要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匹不匹配他能够表达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像《沉默的羔羊》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如果像陈立农这样来唱，可能力度就不够，甚至在音域上的跨度跟 cover 他不能够做到。所以在选歌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大概已经是知道自己能够 get 到哪些歌曲，即便他很喜欢，但他未必能够展现他的音色，能够将这首歌表达的最好听啊，这是另外一个部分了。当然，有编曲能力的歌手，类似像薛之谦。其实我认为周深应该是有能力编曲的啊，当然我不知道他有写过多少歌啊。我就是歌曲唱得多的歌手啊，包括张靓颖啊，单依纯，他们其实在陈立农啊，其实在座的歌只有一个是演员吧，是吧？因为我没有全部都看，只是选了一些歌，所以他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自己可以先来预设感受这首歌作为他自己，他可以加多少东西进去，他可以如何来拓展跟张开这首歌曲。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柯老师那首歌其实听起来还蛮简单的，对吗？但是等他们全部都编曲出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首歌曲其实从架构上是比较完整的啊，这是其一，他们可以做很多内容在里面。其二，他的歌其实对声音的音色的要求会比较高，那不一样的音色就能唱出很不一样的味道。那我们后面在歌手里面会沟通到。那我们知道了小样啊，我们也知道歌手在听小样的时候会听哪一些东西，对吗？然后我们就开始看歌手会喜欢哪种表达风格的歌曲。那比如张靓颖会选择这首歌曲叫《口头禅》，我也不意外，因为是情歌为主啊，而且音色也是比较高。不过会有一些我认为是差强人意的地方啊，那这是这是前面两个部分啊。我点一个赞吧。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稍微擅长一点的部分，就关于歌手来唱这些歌曲。那首先我会来听我们就听张靓颖那首《口头禅》。好，张靓颖唱的《口头禅》，我们来听一下。你别太晚睡，手和指背的泪全都销毁。好，你们有没有发现张靓颖在这首口头禅的时候，首先我先来肯定啊，这首歌是好听的，但是呢不是我太喜欢的风格，那也 OK。我认为张靓颖在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能够找到她个人唱歌炫技的那些出口，所以整首歌曲是他想要我们广东话叫做发围，他想要作为，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很难有突破啊。举一个例子，我们之前有提过是那个Forever Young，是由 Tia 唱的那首歌。那 Tia 在这首歌曲里面，他非常善用了他自己唱 R&B 的那些感受，所以给他唱 Forever Young 就唱出他自己的那些味道啊。那么在这首歌里面，张靓颖她虽然用了很多的技巧，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用了颤音啊，她也用了转音啊，还有那些弱混啊，哒哒哒哒哒，但是她一直找不到能够让她声音就是特色冲出来的部分比较少。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她的后面的部分，看看这首歌曲能不能被她升华了啊。落下，你在哪儿啊？好，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他还蛮尽力的。哒哒落下，你在哪儿呀？他又从弱混拉到了他的实音。那虽然是增加了那些纠结啊，或者说那些挣扎这些东西，那些他的不是那些东西。那些情感的纠结，他用这样的声音来表达，但是整体与第一部分的纠结跟挣扎出入不大
啊，那么没有太明显。那从张靓颖唱歌的技巧能力来看，她是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所以我就认为呢，在这首歌曲，她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更好的空间给他选了啦，因为他如果来唱那一首《沉默的羔羊》，就未必又能 cover 了，所以就各种原因，我倒认为这首歌被他来唱就是一般。那我自己觉得啊，非常惊讶的就是周深的那首歌曲叫做《沉默的羔羊》。那这首歌曲啊，特色是在本身这首歌曲它的立场很鲜明，就是黑与白啊，没有灰色地带。然后它里面的有生气啊，或者说里面的有嘶吼啊，就是怒气啊，或者说它的一个表达他的情感的力量。那周深在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啊。好，在这个部分，我首先来提一下周深的唱法，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他无论是低音啊、中音，还是高音，甚至是唱到最嗨的部分，周深的咬字是非常清晰的。那他也没有到孙楠这样咬字很重，但是他的咬字就是清楚。我们再听一点。多想拥抱简单幸福，结束痛苦。你看他那个结束痛苦，他是很清楚的。那如果男生的现在的很多歌手在这方面就会比较弱一点，或者说新上来的一些歌手，他们没有在咬字和元音辅音上下长久的功夫，以至于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就会一直带出一些含糊的感觉，那就没有办法增加力量感。清晰度有些时候它会带来力量感，即便它是在 verse 主歌部分还没有到高音，所以他们唱歌是不需要靠怒，你懂吗？他们不用靠喊，他们唱歌只是靠清楚就能够达到清晰的力量。我们再听一段啊。无声无泪的倾诉，为何明明总是在夜里才更失声痛哭？你看，也失声痛哭，失声痛哭，失声痛哭啊，从这里面我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唱功技能在这里啊。我曾经说过，唱歌很清楚的歌手有几个，就是母音咬得非常好的。我认为在亚洲的歌手里面就是陈奕迅啊，张学友啊，孙楠当然是，可是他很重。再来就是周深，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周深，无论在哪一个音区，他的咬字都不会因为在那个地方他需要迁就一下，他的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你听，就假音。好，因为他的咬字的清晰，还有加上他的唱歌的功底，能够在不同的音区自由顺滑的切换，那这首歌也真的只有周深他才能够驾驭。我们来听他第二个部分怎么来描述这首歌曲啊。好，你看这个地方短短的2句话，除了真假音切换音区不同之外，它的咬字的清晰还带出了轻重音，清楚的咬字在里面有轻重音的切换，就能够让他的歌曲在第二部分有了更加的提升。所以反言之来对比，那首 Do You 对吗？啊，对，那首 Do You。其实这首歌我在听他的那个小样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首歌很完整，就是他已经写到很完整的地步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确实出现了不同音区的声音。我当时在想，谁会来 cover 这首歌？本来我认为可能是薛之谦，好，结果是这个男生。好，我们来听一下啊。你听发现啊，怎么能这样呢？那他唱歌的咬字，那我就认为他还是不过关的，因为整体就是怎么呢的
所以它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区分到它的力量还是停留在我们就说其他的部分吧，所以它的力量还没有转化到我们的舌唇齿之间，将这个字咬字怎么能这，它是怎么能这，所以在这个部分它就缺乏了我们叫做的母音跟辅音的练习，所以就要咬字练习。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功底了。不过呢，有可取之处。你看这里我就会听这样，其实我们老师就有职业病，是我他会有一个很模糊的声音，然后转换。即便他的中低音的男生的部分其实是还蛮有魅力的，音色是好听的，可因为他的字不清晰，所以他就影响了这首歌的呈现的力度。说了10000遍还怀疑，你看说了10000遍才怀疑，哇塞，哇太低了，我起高一点啊，说了10000遍才怀疑，你看啊，我们咬字清晰，说了10000遍，那它不清晰，说了10000遍才听啊，所以咬字不清晰，它会让你的歌曲缺乏层次感。你看，怀疑有些这是含糊过去。那么对比周深他在这方面的优势，我倒是觉得这个男生可以找周深做老师了，要把这个咬字训练一下，那这首歌就会呈现得更加好听。如果可以，我想为你一个至死的记 I promise I love you。这个部分他咬字不错哦。我要全世界知道我的欢呼，所有人都会羡慕 I forever love you。 OK， 好，那所以呢，这个歌手他在歌曲的能力上面，有能力驾驭音域的部分，有能力阐述这首情歌的感觉，有充足的中低音来体现这首歌是情歌的部分，但是呢，它缺乏了在力量的差异，就是歌唱的技巧里面缺乏了力量的差分感，以至于呢，它其实整首歌曲再往上推，它就会遇到一个天花板，它不能够更多的表达歌曲。那本身跟歌曲的架构也有一点关系。那么如果呢，它的声音可以在起初的我们叫 first voice， 叫做 first verse 的部分呢，它如果可以就是说我们叫唱弱，但是咬字清晰，它就能跟后面有一个大的区分那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歌手，可以在提高自己的技能之后就能够展开歌曲了。那另外值得一提的，那还是周深的那首只字不提。其实我本来没有听那么多周深歌的，可是最近真的被他的歌种草了。他就不是说他的歌有多好听，就是他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就是我很少，就是我没有在听他唱歌的时候犯职业病，就好好的把那首歌听完。好，我们听一下啊。哇哦！风吹的森意，冻结了记忆，却始终没法忘记。好，我们发现周深在像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当然他不像《沉默的羔羊》有这么大的前后差异，也不需要使用它像歌剧般的演绎的时候，像这样的歌曲，他在 verse 第一段的时候，明显你发现了吗？他依然咬字清晰，但是歌曲的力度减弱了，甚至有一些弱混出现。那么我们直接来听他第二段的 verse 2，他怎么表达的啊？明知不及，只是我还不甘心。后来的你，好，我们再听一下啊，刚才没放到。听信小心，对话框没任何回应。明显。你小声一句，对我明知不及。他只需要在他原有的基础上面，将弱混改成了强混，甚至增加了力度。那他对他来讲，这首歌曲他就开始从一开始就开始有了一个递增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听这歌曲的时候，或者说你作为自己很爱唱歌的人，我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歌曲有一个布局。布局是说，
从一开始，那你即便是说我爱你嘛，那也不能说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嘛，对不对？肯定有情窦初开啊，然后进入两小无猜啊，然后进入轰轰烈烈啊，然后进入难舍难分啊，然后慢慢进入就是淡的跟白开水一样啊，就是我们。歌曲它总会有一个像山坡起落的感觉，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觉得高音的部分，我就喊上去啊，那是没有用的，对吗？我们要真正的，我以前在我的课程里提过，其实就算是你看到那个歌手啊，哇，那个青筋啊。都爆满了，哎呀，抖呀啊，全身撕裂感啊！我就告诉你，他也最多只用了他70%的力气，因为如果我们过了70%，他其实就会失控，失控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够持久的唱歌。所以在演唱会当中，如果是真枪实弹的一个歌手从头到尾唱下来，那么他的体力就是从歌曲，你看他撕心裂肺的，他不可能是他所有的力气，那当然是他所有的情绪，但不可能是他所有的力气。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你都看到这儿了，用力，而是要学会去学技巧。那学技巧的技能就在这里啦。你就算跟人家吵架，你也得有力气吧？你也不能说我吵架我就用100%的力气跟你吵，哪里有这样？所以我在家里骂小孩也是有特色。为什么我说人人都需要学发声？为啥？就算是家庭妇女，她也很需要学发声，因为骂小孩是很伤身体的。所以你嗓门大，不代表你力气大，对吗？所以你气势出去了，你气还没有动。通常我们都是动了气，伤了身，然后才力气发出去。不，我们要用的是声音出去了，力气还在啊，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其实我并没有太动气，我只是动了我的横膈膜。好吧，所以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感触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希望，只要你有兴趣学唱歌，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在说话，或者是大声说话，或者交谈上面，你总是觉得自己的声音不能够达到你的满意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那个叫我是一直很专注的正确的发声方法，因为在这里面你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力量。你看像他们唱歌。也是很讲究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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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其实薛之谦在这一方面也是很擅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EP1 里面我没有找到他唱歌，反倒是他在教别人，他有一点改别人曲子嘛，那我就没有听到这个部分。那我们最后呢，我觉得可以来提一下，就是那一首是这首歌吗？王骁跟那个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应该是我跟你讲过是柯老师那首歌，我觉得柯老师的歌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很完整，然后呢，可是对歌手要求高。又何须深的眼看着秋天。好，在这里我先不谈论这位女歌手的她的歌唱技巧，我主要是来谈论这个男生，因为他还唱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歌，就是我们再听一次啊。想你的时间已长过昼夜。这首歌其实整体我认为是被他这种唱法给折腾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还唱了另外一首歌，是比较快的一个节奏的。当时他用了一些沙哑，有一点点像摇滚的感觉。我当时觉得他的声音用的非常的好，可是在这里他用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收。你们想想看，这首歌如果男生是李宗盛的声音，女生呢是林忆莲的声音，有这样的声音来唱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歌曲是很需要配适当的歌手，那就能够升华10倍。可是歌手呢，也需要懂得驾驭那些歌曲，他也能够升华起来。所以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是有机会是跟乐队乐手合作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只有一个 keyboard， 也不用担心说我可能只有一把吉他。我们乐器跟人声是一样，我们可以设置类似像吉他，我们可以从单音、拨弦、刷弦我们频率高
就这样来改变我们的一个层次。我们也可以从 keyboard 里面来设置一些前奏 intro， 然后慢慢的人声要够强，对吗？即便是没有乐器，他也能唱。这就是为什么在2024歌手里面，厉害的歌手有些时候他会选择在第一段就人声清唱，因为他能够效果拉满整一个画面。那么在这些歌曲里面，除了这个歌曲里面，除了周深的只字不提和沉默的羔羊，让我觉得在听歌的时候充满画面感，而且歌曲确实是编得非常的到位，能够将它的那个主旨给表达出来。那其他歌曲呢，我觉得有一些差强人意。那无论是在配歌手的时候，还是说歌手的技能的部分，我都会觉得弱了一些。所以这也是呢这个节目可能没有那么火的缘故。但是我倒是觉得因为它这个节目有一些特色在里面，比如说小样被改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他们很核心的一个就价值在里面。所以就看看薛之谦呢、周深这样的歌手在里面能不能够注入他们音乐上的个人的价值在里面，让这个节目就可以变得很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意义。一呢是鼓励原创歌手，第二呢也是鼓励是所有的我们一起听这个节目的人能够对音乐有一个新的认识，甚至对自己该怎么来表述歌曲有一个新的要求，对吗？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